你知道吗？在中国，最赚钱的 CEO 可能不穿西装，而是披着袈裟。最暴利的生意不是房地产，而是卖来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主，而白天念经普度众生，晚上可能就在数钱，甚至数别的。咱们先从一个大家都听过的名字说起，释永信。你要是问外国人，中国谁最能打，他们可能会说是成龙。但你要问中国商界，谁最会把空即是色变成空手套白狼？那非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莫属。前些年，这位大和尚在接受 BBC 采访时，被洋记者对脸问：“大师，听说您有老婆孩子，还有海外别墅，真的假的？”你猜大师怎么回的？他微微一笑，高深莫测地来了一句：“有问题早都成问题了。”这话听着是不是特有禅机？翻成大白话就是老子上面有人，只要没倒台，那就是没问题；等真倒了台，那才是问题。哎，您别说，这回好像真让这乌鸦嘴说中了。最近这风向啊，变得比翻书还快。曾经那个在少林寺呼风唤雨，把佛门圣地经营成上市公司的释总，这回恐怕是真的要栽了。根据少林寺官方那个惜字如金的公告，咱们的释大方丈涉嫌挪用公款，严重违反戒律，甚至还有那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桃色新闻，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甚至还弄出了私生子。这消息一出，那真是平地一声雷啊！中国佛教协会的反应那是相当丝滑，反手就是一个注销戒牒。这是啥意思呢？这就好比你上班被吊销了执照，直接开除出了和尚圈，逐出山门，这就差没在脑门上贴个妖僧了。紧接着，洛阳白马寺的方丈火速接盘，成了少林寺的新掌门。这速度简直比某些上市公司换 CEO 还快。这下子，国内的互联网可算是过年了。网友们的才华那是挡都挡不住啊！有人写对联，搂着姑娘念着经，不负如来不负卿。还有人调侃，我笑方丈修行苦，方丈笑我没路虎。最绝的是那句，大和尚们的性生活比你们丰富多了，你们这帮单身狗才是真正的出家人啊！这话虽然损，但你细品，是不是有点道理？咱们天天996累得跟孙子似的，人家方丈出门迈巴赫，进门有交额，到底谁在修行，谁在享福？其实啊，释永信这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新闻，早在10几年前，这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如果你记忆力好，可能还记得2013年，西班牙有家报纸就爆过猛料，那时候外媒的标题那是相当劲爆，性、金钱和功夫。报道里说，释永信在海外至少有30亿美元的存款，30亿啊，朋友们，那是美元，还在美国、德国都有别墅，包养北大女学生，甚至还有私生子住在德国。可惜啊，那时候这报道是外语的，加上没有实锤证据，咱们国内大多数吃瓜群众也就看个乐呵，没掀起多大风浪。但是真正的风暴往往都酝酿在平静之后，到了2015年，这事儿就瞒不住了。少林寺原来的武僧总教头释延鲁，那是释永信的昔日心腹啊，直接反水，在网上实名举报发了一篇檄文，叫《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这篇举报信那是刀刀见血，把释永信包养情妇、私生子，甚至强奸女尼姑的烂事儿全给抖露出来了。最狠的是，人家这次不光是嘴炮，还带了证据。其中有个证据，我到现在都忘不了，太有味道了，物理意义上的有味道。有个姓刘的情妇，直接晒出了一条保存了15年的男士内裤。他说这是当年和释永信在郑州某酒店翻云覆雨时，大师穿过的，他专门留下来当证据。我的天，大家听说过存15年的茅台，没听说过存15年的原味内裤吧？这得是多大的仇，或者多深的情啊！当时这事儿闹得满城风雨，登封公安局也像模像样的去做了笔录。结果呢？结果就是没有结果，最后不了了之。官方调查组后来还发了个通报，说经过调查，释永信没有私生女，方丈资格合法，经济也没问题。你看，这不就应了释永信那句话吗？有问题，早都成问题了。只要我不倒，这些证据就是废纸一张。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10几年来，无论是实名举报还是外媒曝光，都没能扳倒这个花和尚，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官方突然变脸，自己打自己的脸，要把他往死里整呢？这背后啊，绝对不是因为什么睡女人、挪用公款。各位要明白一个中国社会的潜规则，
对于这种级别的公众人物，或者说统战对象，经济问题和裤裆里的那点事儿，那都不叫事儿。你想想，2018年那个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龙泉寺的方丈释学成，被10名举报性侵多名女弟子，还贪污巨款，那级别比释永信还高吧？最后也就让他辞职了事，根本没审查。所以释永信这次翻船，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他碰了政治的高压线，而且这条线是他自己作死，主动去碰的。这条红线就是梵蒂冈。今年年初，释永信私下带着一个和尚代表团跑去梵蒂冈，跟教皇方济各来了个亲切会面。当时媒体还大肆报道说这是佛教和天主教的历史性握手，但在中南海眼里，这可不是什么握手，这是越位，这是严重的外交僭越。大家都知道，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那是非常微妙，甚至可以说是长期紧张的。咱们稍微补点课，共产党是无神论，从娘胎里出来就跟宗教不对付，尤其是天主教这种有外国皇上、教皇的宗教。早在红军时期，方志敏的部队就砍过美国传教士的头，这事儿直接导致了方志敏后来的被围剿。建国后，中共更是搞了3自爱国运动，意思就是中国的和尚、道士、神父都得听共产党的，不能听外国人的。梵蒂冈那边呢，也是硬骨头，一直只承认台湾，不承认大陆。虽然这几年中梵关系在谈，但在没有正式建交之前，任何官方或半官方的人员去见教皇，那都是极其敏感的政治动作。释永信呢，估计是把自己当成了世界级领袖，觉得自己是个和尚，搞文化交流没事儿。但他忘了，他首先是中国体制内承认的方丈，是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种头衔的。你不经请示擅自去拜码头，这在古代叫私通外国，在今天叫丧失政治站位。就像马云跑到美国去跟特朗普谈笑风生一样，这在上面看来是你不仅想赚商业的钱，还想赚政治的名声，甚至想绕过政府搞独立外交。这能忍吗？绝对不能忍。所以他前脚刚从梵蒂冈回来，后脚就被限制出境，紧接着调查组进驻。这时候，以前那些压在箱底的黑料，什么情妇、私生子、贪污，才会被一股脑的拿出来，成为整死他的炮弹。说白了，释永信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虽然他是 CEO， 但毕竟是个小学学历的 CEO， 读不懂大国博弈的棋局，结果把自己这颗棋子给玩废了。不过咱们骂归骂，有一点得承认，抛开和尚这个身份，释永信绝对是个商业奇才。在他手里，少林寺从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庙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现在的少林寺，那简直比很多 A 股上市公司还牛。注册商标、拍电影、搞武术学校、卖周边，甚至还要搞手游。这套 IP 运营的打法，迪士尼看了都得直呼内行。为什么当地政府容忍了他这么多年？因为他能挣钱啊。少林寺是当地的摇钱树，盘活了旅游，带动了就业。对于地方官来说，他是不是个好和尚不重要，他是个好招商引资的招牌才重要。但是这种商业化早就把佛教的地库都给扒光了。早在2010年，李连杰那个靠少林寺电影红遍大江南北的功夫皇帝，就在央视说过实话。李连杰说，少林寺里真正的出家人没几个，根本没什么武功。后来他在另外一个节目里更直白地说，他后悔拍了少林寺，因为误导了太多青少年，让他们以为去少林寺就能练成绝世武功，其实那是去当免费劳动力。这其实挺讽刺的，李连杰成就了少林寺的现代神话，最后却亲自戳破了这个泡沫。既然释永信是个假和尚、真商人，那为什么这样的花和尚在中国会成批出现？为什么按下葫芦扶起瓢抓了一个释永信，还有千千万万个释老板？这就得聊聊中国宗教的本质了。在中国，宗教已经演变成了一门极其暴利的生意，而且这门生意比贩毒还安全，比抢劫还来钱快。我们把它叫做信仰税。人类社会最好赚的钱就是利用恐惧和贪婪，宗教把这2样全占了。和尚之所以日子过得花，甚至能包养大学生，归根结底2个原因：第一，钱太多且不用交税；第二，没人管，监管真空。你想想，那些香火钱，那是纯现金流啊，不走账，不开发票，谁知道你收了多少？
这些钱进了功德箱，转手就可能进了方丈的迈巴赫油箱，或者进了情妇的爱马仕包包里。而且咱们中国人的信仰，说实话挺实用主义的。大多数人去庙里不是为了忏悔，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去做交易。你看大年初一那些抢头香的，或者是财神爷生日去排队的那些老板，平时可能坏事做绝，但那天出手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他们的心理是啥？是行贿。我觉得只要我给神仙塞了钱，神仙就得保佑我发财，保佑我不坐牢。这跟给贪官送礼是一个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寺庙就是交易所，和尚就是柜台的中介。既然是做生意，那和尚稍微贪点花点，在很多人眼里甚至觉得很正常。大师也是人嘛，只要我的愿望实现了，大师玩几个女人算什么？如果你觉得少林寺已经够铜臭味了，那我只能说，你还是太年轻。在中国，有一种更野、更魔幻的信仰形态，能把你的三观按在地上摩擦。这就是传说中的河北易县奶奶庙。听说过这个庙吗？几年前，清华大学有个博士去考察，结果回来写了篇文章，叫《他奶奶的庙瞬间火遍全网》。这个庙简直就是中国民间信仰的赛博朋克版。它最大的特点是承包制。没错，跟承包鱼塘一样，只要你出钱，你就能承包一个大店，自负盈亏。既然是承包，那肯定要讲 KPI， 要讲究客户需求啊。所以这个庙里的神仙那是缺啥补啥，按需定制。你想发财，有财神；你想当官，有官神；甚至你想考驾照，这里都有车神。最绝的是那个车神，手里真的拿个方向盘，而且为了照顾不同车型，车神旁边还有个拿公交车方向盘的专门保佑考 A 照的司机。这种服务意识简直比海底捞还贴心。如果车神没保佑住，你撞车了怎么办？别怕，旁边就是地藏菩萨，专管阴间超度。这一条龙服务从生到死安排得明明白白。你别笑，就这么个看起来像闹剧一样的破庙，每年的流水超过4000万人民币，比很多正经的5A级景区都赚钱。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懂底层老百姓想要什么。老百姓不需要高深的佛法，不需要听什么因果报应，他们就想知道，我交了钱，这驾照能不能过，这病能不能好。奶奶庙简单粗暴地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比起少林寺那种还要装模作样的高端收割，奶奶庙简直就是信仰界的拼多多，主打一个下沉市场，精准收割。说完了底层的奶奶庙，咱们再把目光投向高端人群。这几年你发现没，娱乐圈的明星、商界的大佬，如果不信点佛，好像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但是他们嫌弃汉传佛教太土，嫌弃少林寺太俗，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更神秘、更有逼格的藏传佛教。刘德华、王菲、李连杰、张杰、谢娜，这名单列出来能绕地球一圈。在这个圈子里，你要是没有个上师朋友，没有个仁波切给你灌顶，你都不算是一线大咖。于是，一个神奇的物种诞生了——朝阳区30万散养仁波切。为什么叫朝阳区？因为北京朝阳区是明星富豪扎堆的地方。这帮人有钱，空虚、焦虑、急需精神慰藉，同时又特别好面子，这就给骗子们提供了绝佳的土壤。真正的活佛仁波切，那是需要严格认证的，有宗教局颁发的证书。但这些明星供养的很多都是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野生仁波切。比如有个叫吃仁波切的网红，号称活佛转世。其实呢，他原来就是甘肃一个佛学院的混子，因为长期翘班被开除了。结果这哥们儿跑到外蒙古，花钱买了个私人寺庙的头衔，回国就摇身一变成了大师。这就好比你在蓝翔技校被开除了，跑去买了个野鸡大学的博士文凭，回来就敢说自己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有更离谱的，台湾有个恒生仁波切，真名陈宝生，这人号称绝育派大活佛，听着名字就不像好人。卖什么？卖开过光的饮水机，几百块的饮水机，经他手一摸，卖好几万。而且这帮假活佛不仅骗钱，还骗色。他们最喜欢搞什么男女双修、灵修，为了把女弟子弄上床，有的甚至下迷药。这哪里是佛法无边，这简直就是无法无天。
最搞笑的还得数咱们的皇阿玛张铁林，演皇帝演上瘾了，也想当活佛，结果被一个叫吴达荣的骗子忽悠了。这个吴达荣原来就是个卖水货的，给自己封了个白马奥瑟法王。张铁林居然信了，还搞了个盛大的坐床仪式，视频传出来，全网笑掉大牙。大家调侃说：“皇阿玛，你这大清都亡了，怎么智商也跟着亡了？”说了这么多，从释永信的少林帝国到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再到朝阳区的野生仁波切，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光怪陆离的众生相。这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精神黑洞。暴发户们有了钱，但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底蕴，只能靠买信仰来填补空虚，来装饰门面。穷人们生活艰难，没有足够的保障，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方向盘神身上，祈求一点点心理安慰。而像释永信这样的聪明人，恰恰看透了这一点。他们知道，在这个焦虑的时代，贩卖希望、贩卖安慰、贩卖逼格，是世界上最暴利的生意。所以，朋友们，下次如果你想去庙里烧香，或者想给某位大师打钱的时候，不妨多想一想，真正的信仰不在那些金碧辉煌的大殿里，也不在那些开过光的内裤或者饮水机里，它应该在你的心里，在你对家人的关爱里，在你每天踏踏实实的生活里。别让那些披着袈裟的 CEO 收割了你的钱包，还嘲笑你的智商。好好赚钱，好好吃饭，好好爱身边的人，这才是最灵验的修行。好，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儿。关于宗教界的这些奇葩事，3天3夜也说不完。和尚也是佛教的门面之一，许家印之后荷兰的文化名片。他在2014年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有没有老婆孩子这个事儿的时候，曾经含糊其词的说有问题，早就是问题了。咱们现在回过头看啊，他这些回答还真是内涵玄机啊，不出意外啊，这些传闻如今都坐实了。根据少林寺官方微信账号星期天发布的简短公告，这次释永信因为涉嫌挪用资金和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和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正在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但是呢，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中国佛教协会反应也非常快，在星期一宣布注销释永信的戒牒。所谓注销戒牒，就是开除了和尚的资。格用人话说，就是逐出山门。就在昨天7月29号，释永信的少林寺主持职务已经由洛阳白马寺的方丈石英月来接任了。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国内的网上也掀起了一轮玩梗的大高潮，搂着姑娘念着经，不负如来，不负卿我笑，方丈修行苦，方丈笑我，梅路虎，阿弥陀佛。有网友呢写了一副对联：一妻一女不携钟磬有后，娃哈哈一生一世一袈裟实用无性。钱多多横批一代宗师，这个对联啊，把钟磬后和实用性都给内涵了。还有网友说啊，我在庙里许的愿都让他实现了。释迦牟尼见了释永信都要叫一声释总。上一次少林寺主持出事还是北宋年间，与叶二娘有一个私生子，虚竹更狠的是这一句啊，大和尚。你们的性生活比你们丰富多了，你们才是出家人啊！还有一位网友评论少林寺三少：少盐、少油、少妇三素：素粥、素菜、素人三人，人爱人和人妻三思：思前思危。四幻三想，想天想地想牛。我问方丈大师，你是哪个寺的？我来自梅赛德斯，许愿灵不灵 S680。方丈，你是怎么来的？贫僧驾鹤而来，驾的是什么？鹤迈巴。还有网友说啊，释永信为雅鲁藏布江水电站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2万亿的建设资金终于有着落了。最狠的是下面这位，他把释永信写过的一本书《我心中的少林魔》改了一下标题，改成了《我心中的少妇》。这个是真的不能忍啊！可以看得出来啊，这释永信的瓜大家都吃得非常开心，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一点都不意外。早在10几年前，也就在2013年的7月，西班牙有家报纸 Periodico 啊，他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消息，以性、金钱和功夫为标题，发了一则关于释永信的报道。这篇报道里面说啊，释永信在海外最少有30亿美元的存款，在美国和德国都有别墅。他还曾经跟某大牌的女明星有包养了一名北大的女学生，和她育有一子，现在母子住在德国。这篇报道因为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而且是在国外发表的，所以呢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但是2年之后，更大的风波就来了。2015年的7月，少林寺的原来的武僧总教头石延鲁，他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
来监督的举报贴，把石永信包养情妇、有私生子，甚至是强奸女尼姑的事全给曝光了，而且还贴上了证据，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他还跑到北京的国家宗教局去告御状。我印象最深的证据就是有一个情妇姓刘，他直接在他的微博上贴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一条保存了15年都没有洗过的内裤。这个女士说啊，这条内裤是当年石永信和她在郑州的酒店里面翻云覆雨的时候穿的，她专门留下来作为证据。只听说过保存了15年的老酒，没想到还有保存了15年的老内裤啊，这种朴实无华的感情也非常感人啊。为了这个事儿啊，当时的登封公安局还装模作样去找石永信做了笔录，但是呢后不了了之。2015年的10月，河南省调查组还公布了调查的初步结果，说石永信没有私生女方丈的资格，也合理合法，没有什么经济问题。经过调查组调查确认，石永信当年被签单没有按四规经过少林寺四管会集体研究的工作程序，是个别人的私自行为签单，文书无效，而中国佛教协会所发布。函只是强调处理僧人签单问题的一般原则，并非专指对石永信的签单问题。早在1988年出现石永信被签单问题后，原登封县就组成少林寺问题工作组进行了相关调查，被签单问题已被当年工作组认定无效。此后，石永信方丈资格的获得得到了河南省佛教协会的批准，并报中国佛教协会备。按程序如法合规释正义的王铁和释延儒等人的举报中都提到，石永信有2个私生女，其中与释某某生女韩某恩与关某某生女刘某亚经调查核实，2004年10月11号，释某某因病切除全子宫，此后释某某失去生育能力。韩某恩是释某某2009年收养的弃婴。真正让人疑惑的其实不是石永信现在栽了，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源源不断的实名举报都没有扳倒石永信这个花和尚？而这一次中共官方为啥自己打脸，对石永信的态度180度的大转弯，让他在阴沟里面翻了船呢？很显然啊，这跟中共的反腐一样，经济和生活方面的问题那都不可能是主要问题。如果因为是这些原因的话，早就可以查了。大家还记不记得2018年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郑显民宗委的副主任，北京龙泉寺的方丈石学成，他被实名举报长期性侵好几个女弟子，打压异议僧人，还贪污了1000多万的香火钱。那家伙的地位比石永信还高啊，影响也很大。但是呢，最后也就是让他辞职了事啊，根本就没有查。他说白了，和尚他不是公职人员，明面上是和体制没有关系的。对于中共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查不查，那完全是看政治上有没有这个必要。所以石永信这次翻车，其实肯定不是因为什么经济问题，也不是什么情人和私生子的问题，因为这些其实在权力圈都不是问题。石永信真正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就是他今年年初私下里会见梵蒂冈的教宗方济各的事情。今年的2月1号，石永信私下带着一个文化交流的和尚代表团前往梵蒂冈，和当时的教宗方济各见面相谈甚欢。当时的媒体呢也做了大肆的报道，因为这种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握手啊并不多见，而且在中国和梵蒂冈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这个会面也有一些政治上的意义。正因如此，石永信可以说自己给自己埋了一个大雷啊！大家知道，梵蒂冈作为教皇国，它一直以来和中国的关系啊都是非常微妙的，这个是有历史的原因的。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天主教团体从教权上来说，它是属于梵蒂冈的，和全世界一样啊，中国的主教都是需要教皇来任命的。我举个例子啊，在1949年的时候，梵蒂冈把中国分为20个总主教区，其中有4个主教是中国的，他16个都是洋外教中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啊，自诩无神论。他从诞生之初就是不待见任何的宗教的，尤其是作为帝国主义代表的基督教。在中共还在江西根据地的时候，就有杀基督教传教士的恶劣先例。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当年革命元老方志敏被国民政府枪毙，他原因不是因为他当共产党造反，而是因为他手下的红军在安徽泾县绑架并杀害了美国的传教士斯达伦夫妇，而且是当众砍头，因为手段特别恶劣，引发了国际公愤，方志敏这才被国军全力围剿，最终落网，没有夺取政权。之前就这么痛恨洋教中共建政之后，那就更不会容忍了。所以在1949年打
下江山之后，中共就打着反对帝国主义控制和渗透的名义，把大部分外国籍的神职人员，你不管是高层还是低层，都强制性的驱逐，而有些不愿走的是会被判刑。比如美国籍的主教华理柱，他就因为不愿意走，1958年在上海被捕，1960年被判刑20年，直到1970年7月，中美快秘密交准备改善关系，这个华理柱才被提前释放成了最后一个离开大陆的西方传教士。在此期间，中共也完全的控制了国内的天主教机构所有的神职人员，基本都是本土产生的。这个呢，当然就激怒了梵蒂冈。梵蒂冈虽然是个作尔小国，但是它特殊啊，好歹也是代表了全世界10几亿的天主教徒，你这打压那当然是不可能屈服的。所以梵蒂冈一直以来只承认中华民国，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便是在大陆成为五常之后，这个态度也没有转变。目前梵蒂冈依然是欧洲唯一一个承认台湾政府并且与之建交的欧洲国家，说起来也算是骨头非常硬了。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啊，中共对于梵蒂冈那是非常不顺眼的。中共后来直接要求国内的各大天主教的团体脱离梵蒂冈的管辖，统一划归受到官方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放松了宗教的管制，这才对梵蒂冈的态度有所缓和。为了争取梵蒂冈和台湾断交，中共最近的10几年开始逐步的接触。梵蒂冈在2018年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主教任命协议，就说主教的任命由双方协商，其实本质上还是中共自己说了算，也就是在程序上卖给教皇一个确认的面子。但即便是这个协议，中共其实也没有完全遵守，所以和梵蒂冈之间还是分歧非常大。直到今天为止啊，双方也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少林 CEO 跌落神坛，睡女人、私生子都不是事儿。释永信到底踩了哪条红线？深度深扒解析，直击痛点，用睡女人和红线制造悬念，吸引点击。中国和尚的荒淫生意经，从释永信的开光内裤到朝阳区的野生仁波切，信仰是如何变成百亿暴利的？解析宏大叙事与猎奇细节结合，涵盖了视频后半段关于信仰税的深度商业分析。别拜佛了，佛都在忙着数钱。揭秘少林寺背后的商业帝国与土豪们的智商税江湖。解析针对反感迷信和仇富心理的受众，强调商业帝国和智商税，引发情绪共鸣。标签 hashtags 非释永信，非少林寺，非商业，内幕非信仰崩塌。YouTube 超长深度视频文案脚本。开场3秒黄金钩子，语气神秘嘲讽。紧凑，你知道吗？在中国，最赚钱的 CEO 可能不穿西装，而是披着袈裟。最暴利的生意不是房地产，而是卖来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主儿，白天念经普度众生，晚上可能就在数钱，甚至数别的第一章。少林 CEO 的倒塌之谜，依然处于一种讨价还价、各说各话的状态中。这种情况下，释永信作为一个佛教代表，擅自跑到梵蒂冈去搞文化活动，虽然他自己是意识不到，但是这很明显会让外部误读为中共的官方对于梵蒂冈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就像马云跑到美国去捐川普像属于一种外交上的僭越。对梵蒂冈来说啊，这花和尚代表中国来拜会，那当然是好事儿啊。但对于中共来说，你这就是降低了国家的姿态啊，那还得了？在几十年来宗教中国化的背景之下，对习近平来说啊，你一个秃驴居然敢违背国家的外交方针，擅自出风头，搞未经授权的外交活动，那我当然要给你点 color CC 啊。所以释永信在从梵蒂冈会面归来之后，他就被限制出境了。今年5月份，郑州和登封市的宗教局统战部便派员进驻了少林寺进行调查。像释永信这种浑身都是屎的人啊，可能10年前那场举报啊，就已经堆积了无数的黑料在组织的手里面了，只是想不想查你的问题。现在既然要查了，那就没得跑了。经济上有问题，作风上有问题啊，其实有的救，但是政治站位上出了问题，那是谁也救不了。当然我相信啊，这个错其实释永信他并不是真的有心要去犯的，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胆啊。说白了啊，他就是吃了读书少的亏啊。一个只读过小学的花和尚，他根本就不知道梵蒂冈和中共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更不要说啊有相应的政治敏感性，所以他也就在这个问题上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其实早在2010年，李连杰在央视的节目《流金岁月》
里面就说到少林寺里面真正的出家人没几个，根本没什么武功。2014年，李连杰在受邀担任出彩中国人评审的时候，聊起他拍过的电影《少林寺》，他是这么说的啊：后悔当初拍了这部电影，给当时的青少年太多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啊，贴着少林寺标签的李连杰，他也不觉得少林寺有什么正面的。但如果说抛开和尚这个身份啊，释永信啊这个人啊，他也不是全无是处啊。毕竟少林寺这块招牌在他的手里面，通过商业化的运作被发挥到了，即制成了一个披着袈裟的商业帝国。大家可以看一下少林寺的商业版图啊，可以说比国内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啊还要强啊。对内可以盘活当地的经济，对外还可以输出一点所谓的宗教文化，这些东西呢是释永信这么多年丑闻缠身却能屹立不倒的根本所在。他这个少林 CEO 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和尚，但对于当地的政府来说，那可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啊。我今天啊其实不想多说释永信啊，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吃瓜，我其实是想给大家说一说轻松的话题，就是释永信这种花和尚啊，为啥会在最近的20-30年成形成势，络绎不绝？这跟我们的宗教演变成一门生意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像释永信、学成这些被爆出来的花和尚，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没有爆出来的，那是一抓一大把呀。和尚的日子之所以能够过得这么花，归根结底就2个原因：第一个是有钱源源不断的香火钱，还不用上税。第二个就是和尚这个职业啊，它有特殊性，日常基本上没有什么监管。从古至今，人类社会最好赚的钱呢，一定是信仰税，也就是各种宗教的收入。你可能要说啊，这个权力换钱不更容易吗？是的，权力确实可以换钱，而且是换大钱。但是那个毕竟在大多数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犯法的，而依靠宗教来发财，那基本可都是合法的。世界上的暴利行业可以用一本万利来形容，而披着宗教外衣的信仰税，那可是无本万利啊！一旦捆住了一群人，一个国家的所谓信仰这个财源可就很难断了。所以不管古今中外啊，这个信仰税都是收割全民各种阶层的利器。我们中国人虽然没有主流的宗教信仰，但是儒道佛俱全，而且长期的世俗化的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呢，更像是一种和神明的交易啊！我时不时的上炷香许个愿，给你一点香火钱，你呢就保佑我得偿所愿。特别是需要临时抱佛脚的时候，咱们中国人更是舍得花大价钱啊！大家看很多有钱人啊，他平时其实并不怎么信佛礼佛，但是大年初一的时候那头炷香，或者是财神爷的生日的那炷香，再多的钱他也舍得花呀，好像花了这个钱啊，就相当于给神明行了，会打招呼，以后再有什么事儿，你可要保佑我啊！老子都给你花钱了呀！这种情况下，寺庙本质上就是景区和公司，而僧侣就是演员和商人，受众只不过是顾客。说什么宗教信仰，那就太客气了。说白了啊，这其实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信仰袈裟下的一种自我安慰。而且我们中国人的信仰种类还特别多，从来不缺乏各种田园信仰。有出处的神仙，你一定可以在庙里面找得到；没有出处的，也可以给你按需生产，让各种人都能各取所需，充分满足群众不平衡、不充分的逼格提升。需要这里面啊，我就重点说一下中国的第一神庙，那绝对不是什么白马寺、少林寺、灵隐寺这些，通通都要给我靠边站。第一神庙叫做奶奶庙。听到这里啊，你可能一脸懵逼啊，你二大爷不要欺负我，读书少啊，什么叫做奶奶庙啊？哪有寺庙叫这么雷人的名字的？是的，如假包换。2017年清华大学有个博士叫徐腾，他是学建筑的，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奶奶的庙一下就火了。起因就是他在考察寺庙建筑的时候啊，无意中发现啊，河北易县有一香火极其旺盛的民间寺庙奶奶庙。这个徐腾也是懵了啊，就从来没听说过嘛，就仔仔细细的考察了一番，可以说是如遭雷击，彻底更新了三观啊。这个奶奶庙位于河北易县的马头村，这个庙呢本来是没有什么历史的，它就是最近几年才修建起来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个人承包，自负盈亏，也就是说那村民只要是出钱，你就可以承包一个前殿后殿或者是什么财神殿，你交了租金之后，自己就可以在里面布置佛像和壁画，由此产生的香火钱也归你。正是因为这样，这个奶奶庙的气质啊，那是相当的狂野啊。为了吸引各种香客来上香，这个奶奶庙啊，集中了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全部的神明啊，各种神像就地安放之余是什么？那就临时写个牌子，你需要他是什么神，他就是什么神。你听说过的肯定有没听说过的，也有比如官神、车神、学神。你想当官，
想学车、想高考这些神的专业完全对口啊，那叫一个酸爽啊！比如这个车神啊，他手里面就拿着一个方向盘，一目了然，就怕你不知道他是车神啊。为了不同种类的驾照需求，这个车神店的前面他还专门供封了一个公交车的方向盘，你如果是考公交车、大卡车的驾照也可以办啊，绝对的体贴啊。如果车神没有保佑你，那也不要怕，旁边还有地藏，而地藏是干什么呢？按照佛经啊，这个地藏是超度地狱众生的，也就是管死人的，这才叫一条龙服务啊。看想得多么周到，你就放心大胆的开车啊，生和死都给你考虑好了。这么一个粗制滥造、按需定制、充满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气质的假庙，你可能会以他就是为了骗钱啊，不可能有什么人去卖啊，那你可就错了呀。这个他奶奶的庙赚钱的能力啊，可比一般的名士还要强呀。他每年会举办庙会啊，3月初1到3月15这15天，会有超过100万以上的人到现场去朝拜。整个寺庙呢，也是24小时营业，半个月不到，它就能产生超过4000万人民币的流水式的。你没有听错，这么一个他奶奶的庙，每年赚的钱比少林寺的门票收入还要多。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啊，它完完全全把宗教的遮羞布给扯掉。就明目张胆的当做许愿和提供情绪价值的生意场啊！每个神像都是投香客所好，为挣钱而设，所以它的旅游收入已经远远大过了旁边的世界文化。遗产清朝的西宁，清朝的西陵啊，它毕竟是皇家的坟墓啊，你不能上香又不能许愿，对于底层的百姓来说，不能许愿那也没个啥鸟用啊，我还不如去拜。方向盘呢，底层人民的喜好啊，永远就是这么赤裸和直接。当然，除了汉传佛教的搞笑段子，藏传佛教啊，也少不了最近这几年啊，信仰藏传佛教已经成了高端人群，尤其是娱乐圈的明星们填充逼格的利器。这些年啊，你如果细数一下啊，娱乐圈号称皈依佛门的明星啊，你就算是千手观音、扳着手指的也数不过来啊。刘德华他是台湾灵岩山妙莲长老的皈依弟子李连杰，他皈依的是密宗上师罗贡桑仁波切。王菲皈依的是藏传佛教的萨迦派，还有湖南魏是的谢娜张杰，他们结婚专门去了云南香格里拉找活佛加持台湾。还有个明星阿雅，她就更离谱了，她直接嫁给了一个叫做第7世族庆本乐仁波切的男人。这些男人都是公开的啊，想进这个圈子但又摸不到门槛的啊，估计还有激火车啊。总之啊，这年头你要是不说自己有一个上司朋友，或者说有一个仁波切师傅的指引，不仅在野生的佛教界寸步难行，在正宗的娱乐圈啊也步履维艰。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所谓的仁波切啊，这个是藏传佛教对于高僧大德的一种尊称活佛一类，需要转世认证的，当然是可以成为仁波切的。而宗教职衔较低，或者说道行一般的僧人，他是不能成为仁波切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按照藏传佛教的供养传统，上师仁波切啊，他都是要花钱供养的，而且不是小钱，是需要持续付出的大钱。所以这个币啊，装起来会让钱包很沉痛。本来在他奶奶的野庙供过佛像，或者大年初1去雍和宫抢个头炷香，再或者带个星月菩提就能展现的宗教逼格，这几年就行情暴涨了。你需要仁波切这种私人定制才能进行攀比了。说起来啊，这个源头其实是要怪满清啊。在我之前专门介绍过藏传佛教缘起的文章里面，我详细的说过这个。藏传佛教的兴起，特别是它取得世俗的认证和满清的多头扶持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所谓的4大活佛的系统啊，其实都是清刻意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作为这种政策的天头，或者说是一种拉拢的手段。藏传佛教啊，它一直是满清皇家的私人信仰。既然是皇家信仰啊，那就当然不能是烧香磕头丢几个铜板就了事了，得有所谓的专属寺庙活佛的加持，这才有皇家的气派。4大活佛里面有国师之称的张家活佛，他就是满清皇家的专属仁波切。大家熟悉的雍和宫就是他的法场，历代张家活法。他原本的驻锡地是在青海啊，但是他长期都是在北京活动，大活佛攀不上，攀个一般的小活佛。这也是那些没权但是有钱的明星们的不二之选。可大家都知道啊，活佛这个称号啊，它不是山大王啊，谁想要都能拿得到，它是要有正规的认证程序的。大活佛它是要国家来认证，而小活佛它是要大活佛来认证。原则上啊，如果一个活佛他没有在民族宗教部门备过、案发过证书的话，他都
是有问题的来路。不正藏传佛教，它本质上就是土生土长的本教和佛教混合的产物，在很多方面呢又杂糅了印度教的东西，所以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很有特点，特别是入门灌顶讲究资质的密众啊，它是关门传法玄虚不明，就算是有文化的人啊，也不一定弄懂它的各种门槛，何况是那些没有文化的老板和明星们呢？这才是仁波切这几年突然火起来的根本原因啊！大家都不懂啊，所以逼格就高正是这种人傻钱多的氛围中各种各样的搞笑的。仁波切就出来了，比如曾经在网上卖佛学鸡汤的网红赤仁波切，他号称三木茶活佛的化身。他原来啊是甘肃布伦市的一个僧人，曾经在甘肃省佛学院混日子。2004年的时候，因为长期翘班，连续3年考核不称职，就被佛学院赶出来了，丢了饭碗。这哥们儿呢也很聪明啊，用多年在外面撵来的钱才狠。下血本在外蒙捐了一个私人寺庙，然后在这座私人寺庙里面雇了几个跑龙套的，搞了一个升座仪式，自封活佛啊，就凭这些手段就赚了无数的流量。和少妇这还好歹是学过佛的啊，没有学过佛的仁波切啊，那就更粗糙了，完全是无视信徒们的智商啊。虽然这些信徒确实也没用啊，比如台湾有个恒生仁波切，他的真名就叫陈宝生，号称藏密17个派别中的绝育派大活佛，这个称号你懂不懂？不要紧啊，关键是你要买他的开光保健品，甚至连饮水机都卖啊！一台原本几百块的饮水机，经过他开光呢，就要标价上万了。更搞笑的是啊，他为了把女弟子弄上床玩灵修，居然搞下药，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一个大活佛居然要靠下迷药的手段。哎，说好的佛法无边呢？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是另外一个神棍，出生在福建泉州的吴达荣。他本来是一个摆地摊卖水货的摊贩，看中了信仰税这块肥肉啊，迅速摇身一变，改头换姓，在香港搞了个坐床，成了所谓的白马奥设法王。这个牛逼呢，其实已经吹得很离谱了，因为法王这个称号比大部分的活佛还要高啊！但是不要紧啊，这个牛逼不怕吹啊，因为总有人信啊。吴达荣啊，就是靠吃信仰这碗饭啊，在香港赚得盆满钵满啊，甚至有很多的政界人物为他站台，也许是当法王的感觉还不错啊。发了财后，这个吴达荣啊就想扩展一下自己的影响，又看上了著名的演员张铁林，把张铁林招到麾下，弄了一个高调的坐床仪式，准备册封张铁林为活佛，一起发财。而张铁林呢也不客气啊，真的就入戏了，结果引来了吃瓜群众。老底昨天你还在吹胡子瞪眼的当皇阿玛，今天你就想当活佛了，你敢演群众也不敢信啊！被嘲笑的体无完肤的张铁林啊，不得不灰头土脸，又回去演戏了。牛逼吹得最大的啊，是东北的歌手火风。本来呢在酒吧里面吃老本，唱唱他的成名曲《大花轿》也能过得下去，或者是干主播也行啊。但是啊，他觉得这个唱歌和干主播啊攒钱太慢了，还是没有宗教赚钱来得快，所以他自己就编造了一个误入寺庙被感化得到高僧传衣钵的神话。他就说自己在西藏甘孜州的白玉寺被一个老僧所点化，然后成了认证的活佛，号称乌金锡朱丹真仁波切，人家的转世灵童都是从小在藏区找到的，就他这个活佛都成了40多岁老满长飞的大叔了，这才被发现认证，这也太感人了。这些散养的仁波切们并不高明的法术，估计还比不上亡灵大师那些街头魔术水平啊，但是为什么能呼风唤雨，一茬又一茬的收割感人的智商和财富呢？其实真相就是啊，簇拥在这些仁波切周围的金主啊，其实都不是为了佛法而来的善男信女，这些在财富上急速崛起的暴发户，单凭财富啊，他很难获得与之匹配的社会地位和心灵安稳。这种身份和财富的落差带来的焦虑感，使得他们急需一种区别于底层大众的文化标签和灵魂鸡汤啊！穷人沾不上也养不起的仁波切，就是粗鲁的灵魂最好的抚慰剂，同时也是贵圈蜜儿不宣的敲门砖。一个人啊，你要说自己在五台山上上过一炷香，捐过几万块的香火钱，一听这就带着乡村爱情故事的味道。但是你要说我最近跟上师吃过饭，跟仁波切学过佛法，这就扑面而来的伦敦郊区的田园风啊，这种逼格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普通人而言啊，这些笑料横生的中华田园信仰，既不会改变一日三餐金拱门的生活层次，更不会洗涤在日本爱情动作片磨砺出来的粗糙情感。睁大眼睛啊，好好供养自己的妻儿，父母认认真真的追。
寻普通人应该有的生活，其实才是信仰最终的归宿。好，从实永信被抓的新闻扯淡到这里呢，已经有点过分了啊！关于宗教还有很多搞笑的现实和历史，以后呢，我有机会再说。